哪个市场是最辉煌的？这现在说什么？现在这个，现在没落了，这边经济层也衰了，感觉这个还比较有感慨之了吧？这个意思吧？明白，我非常理解。10几年过来这边经过了起点，到高峰期，到现在到没落，都感觉到比较感慨。反正是红色人生轨迹怎么说呢？现在这边要拆了，自己感觉自己怎么说有机遇吧？有机遇啊，有挑战吧？感觉。那现在年轻人来这边做生产环节的还多吗？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内容呢？一条不宽不窄的河冲消失在远方，把城中村和广州塔给它连接到一起。图片的旁边或许还有贫富分界、广州折叠之类的文案。看到这一幕，许多从未去过城中村，甚至从未在广州生活过的人，也难免会出于良善而心生同情。不过呢，这条城中村其实远比照片里边的样子更有洞天。它曾经拥有厚重的历史和蓬勃的产业。这条视频将带你穿越时间与现实，先走进大塘村的过去，串联起龙舟、同盟会、武馆、香港豪宅、烧鹅这些关键词，回顾那些低调的村中往事，再去对话一位服装行业的小老板，揭秘他作为制衣城中村的神秘一面。那么首先咱们先得看看村子的概况。大塘村几乎位于海珠区的地理中心，被一条地标性的河冲南北贯通。民国的时候，你还可以顺流而下，直接坐船去立交村。现在这条河冲已经变窄变短了，岸边的房子和隔壁的上冲村镶嵌到了一块儿，两条村现在都是制衣村，交互非常深。大塘村变成制衣村以前的情况，可以沿着河冲发现一些痕迹。龙舟是对先祖和龙神的崇拜，有龙舟的地方就有宗族。在龙舟工坊的隔壁是大塘村的林氏宗祠，根据网络上能找到的祠堂内部图片，可以辨认出来，大塘林氏是从广州大学城的碎石村迁徙过来的。大塘村是多氏族自然村，不过只有少量的祠堂保存下来。在村子东边的东华大街可以看到苏氏宗祠，开基先祖来自车陂村。车陂村有3支同源的苏氏宗族，都是苏东坡的后裔。现在去车陂村，仍然能在祠堂的院子里面看到苏东坡的雕像，而且有一艘龙舟就叫做东坡号。苏氏宗祠隔壁200米的位置是曹氏宗祠，能明显感受到村民们的勤奋。虽然可以躺在家里面玩手机，但是仍然坚持每天跑到祠堂里面打卡上班，和老友一起打麻将。李氏宗祠位于村子北部的牌坊附近，非常的恢宏。厅堂里面有很多的鹤镜，每一面镜子都画着一只雄鹰，旁边写着大展宏图。这些鹤镜是其他村的李氏宗亲所赠。在最靠近里边的寝堂还看到了来自猎德村的鹤镜，2支氏族是宗亲关系。猎德李氏曾经有一个分支迁徙到了佛山的中村，中村又有一个分支迁徙到现在的大塘村。真的是沧海桑田。鹤镜是1999年所赠，12月那个时候的猎德老表们可能已经听到了风声，天河区即将面临一轮经济上行周期的史诗级拆迁，但估计也不曾想到他们即将成为全广州最令人羡慕的群体。现在一晃眼20几年过去了，在2025年的端午节，作为猎德李氏的宗亲，大塘村连同其他几十个城中村的100多艘龙舟，在珠江畔的猎德冲共同奉献了最盛大的龙舟巡游仪式。宗祠的位置大概也标注了族孙们的定居点。在近代，大塘村最有名的人可能是李福林。李福林是同盟会的成员之一，参加过辛亥革命，还当过广州市长。
在李氏宗祠旁边的西华大街，很多房子都是李福林家族的故居，其中有一些建筑经历改造，现在可能是家族后裔或者外乡来客的安居之所，就很难辨认。还有一些建筑呢，已经被认定为了文物，或者成为了公共组织的办公地，多多少少保持了以前的面貌。比如观音别墅，以前是李福林父亲的居所，现在似乎是消防站。还有李兆芳公馆，现在是派出所。李福林自己的房子则在村口的豪华庄园，它被池塘环绕，现在是浙商银行的办公地点。你肯定跟我一样好奇，那李福林的后人现在在哪儿呢？答案是在香港。大概在1949年左右，李福林亲属举家都迁徙到了香港。后来直到1990年，李福林的直系后裔才第一次返回到内地，而李福林本人也于1952年被安葬在了他所购置的一块香港土地。1977年，家族后人联合其他港商，把那块土地开发成了一片豪宅社区。这个社区非常有名啊，叫做康乐园，有很多名人都在那里安家，或者说安过家，比如许冠杰、张柏芝、陈小春、杨千嬅等等。这就是大塘村李福林的故事。作为北方人，我一听到同盟会、辛亥革命这些名词，就难免联想到宏大叙事。但是对于乡民而言，李福林看得见摸得着，他的形象或许更接近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老表。同盟会之前，青年时期的李福林曾经搞过一些绿林活动，而且加入过秘密会社洪门。这就牵扯到下一个故事，大塘体校。它是古代武馆组织的某种延续。广东农村长期有练武的传统，因为保卫村庄是非常务实的需求，起码在19世纪，大塘村就已经有这种组织了。当时还出过一些岔子，有一些练过武的村民参加了太平军，清代的衙门为此惩罚过村子，烧毁了李氏和曹氏的宗祠。建筑可以烧毁，但社会风气很难彻底摆平。到了清末，大塘武馆真就成为了反清的兵源地。李福林的福军里面，有些人他就是来自大塘村的武馆。而在李福林真正成为大佬以后，他也回馈武馆，在1930年代专门聘请了一位非常有名的侠家拳宗师来当总教头。大塘武馆也就成为了跨越宗族结构的组织，在整个广州都非常有名。大塘村各个氏族的青年纷纷踊跃报名，人均叶问，以一敌十。据说他们当时练武的场所就包括了观音别墅。除了练武打拳，广东武馆的修行课程一般还包括醒狮。习武需要精神内核，民俗也要讲武德。如今在广东各个民系的民俗活动中，比如龙舟竞渡、莺歌斗舞、醒狮斗狮，仍然能感受到遥远的古代武德。这些民俗活动曾经相当于古希腊的运动会，每一位参与者都是潜在的重装步兵，拨开繁复的礼节，是保卫村庄的乡土情怀。到了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需要保卫村庄，那也就不再需要强调武德了。于是在时期，大塘武馆中断了一段时间，到了改革开放才再度恢复。武馆也改了名，叫做体校，成为民俗活动的组织机构，而且多多少少吧，有那么一些跨宗族机构的意味。2025年猎德龙舟招景，我拍摄到了2艘大塘村的龙舟，一艘有大塘体校的旗帜，一艘有大塘武甲的旗帜，都有跨越宗族，代表全村的意象。现在的大塘体校以前是李庸别墅群，充满残破之美。对于体校里的老人而言，这里也是他们的活动室。以前那段历史并不十分遥远，也许有人亲眼见证过这些变化。
手楼，农田里升起现代小区，村里人的故事，城里人的情愫，都如涓涓细流，融入珠江。比起李福林，更草根的传奇人物或许是李启培。同样在改革开放初期，李启培在1981年开张了大塘村的第一家烧腊店，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塘烧鹅。大塘烧鹅后来扩大了规模，也改了经营模式，巅峰期有超过100家门店。可能有很多广州人都有意无意间点过他们家的外卖。据说在华西大街旁边的这栋房子，就是大塘烧鹅创始人的旧居。现在它是个制衣作坊，有了新的主理人。而制衣村也是大塘村最神秘的一面，大多数人对这个行业都非常陌生，甚至连业内人士也没有办法掌握制衣村的全部细节。所以啊，有必要管中窥豹，来满足咱们的好奇心。这个反锁上吗？就关上就行。好嘞 ，OK。今天我就找了一位大塘村的小老板来讲讲他的经历和看法。前面聊的您是09年过来的是吧？我是08年过来这边，在厂里面上了1年，打了1年的工，打了1年的工，然后09年就开始在这边就自己做服装加工厂啊，做服装加工厂，差不多是09年开始做，一直做到13年吧啊，做到13年，然后我结婚，那年我是14年结婚嘛，结婚了之后，然后就到这边开始做那个。做网档，有没有听说过网档？网档大概是对接淘宝之类那些电商的意思。对，就是做供应链的供应链。这里解释一下网档是什么意思。在前互联网时代，线下服装门店的老板要去进货拿货的地方，就叫做档口。档口是工厂和零售商之间比较清晰的一个交易节点以及人际关系的节点吧。档口的服务对象如果换成了网店，那么出于惯性，传统服装行业就管这个节点叫做网档。但是如果站在网店老板以及互联网消费者的角度，网档和服装工厂之间的边界就看起来比较模糊，咱们可能管网档叫别的名字，比如类似货源、代发、供应链之类。出镜的这位老板就是做这个工作。那段时间，那个0几年到1几年的时候，到1几年的时候，那个淘宝不是那个时候淘宝的巅峰期嘛？那个时候那个淘宝上面很多小卖家。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意就是怎么说呢？刚开始是那年做的生意比较好。这2年之后呢，你想啊，在淘宝，什么拼多多啊、抖音啊这些平台啊，全部都起来了。然后呢，淘宝怎么说呢，就被分流了嘛，分流了导致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生意就是变成一个现状，是这样子的。我是在番禺那边也有一个城中村，也是以前做服装叫李仁洞。李仁洞那边潮汕人多，他们以前也是做那个淘宝类那种电商，后来因为环境变化，他们也做不下去了。对啊，我们的客户就是那边的。这样子。对，他们那边就是做淘宝嘛，李仁洞好多在我们的像我们那个市场那边，沙河市场那边发货，好多都是那边的，还有就是一个是李仁洞，一个是大元，还有一个是那个叫犀牛角。听过这个，好像是在白云还是在哪里？对，白云区犀牛角。还有一个是龙洞，这4个地方。龙洞以前也做这个，现在也有。这样子，这个以前我还真不知道。再解释一下啊，老板刚刚提到了4个地名：李仁洞、龙洞、犀牛角、大元。这4个地方也都是制衣城中村，但是在产业链上距离下游，也就是消费端更近一些。比如李仁洞就是非常有名的淘宝村，巅峰时期村子里面有上千家淘宝店，从业人员全部来自潮汕地区，曾经吃掉了淘宝女装很大一块份额。由于行业变化，李仁洞在2013年左右走向极盛，2015年之后又开始衰落。李仁洞的电商曾经就是视频里这位网档老板的客户。作为服装村的李仁洞几年前就不存在了，而且现在正在经历城市更新，但龙洞、犀牛角、大元的故事仍在继续。那我们的客户就基本就是这4个地方了，因为那市场当中它有物流了，就物流就发这4个地方了。但这个就是基本上淘宝村嘛，现在好像现在当地最发的，现在好像最发的呢还是大元这边，大元离我们对，离我们市场那么近。明白。像我们做网档的话，就是说整个最辉煌的时期，大概就是
现在是大概就是19年之前吧，10年之前，那个实际上是最辉煌的。这现在说什么？现在这个现在没落了，这边城中村也拆了，感觉这个还比较有感慨之了吧？懂这个意思吧？明白，我非常理解。10几年过来这边经过了起点，到高峰期，到现在到没落，都感觉到比较感慨，知道吧？反正是我们这人生轨迹怎么说呢？现在这边要拆了，自己感觉自己怎么说有机遇吧？有机遇啊，有挑战吧？感觉。一件成衣，它从纤维变成线，再变成布料，最终变成一个成衣卖到就是消费者手中吧。这个过程它在广州是怎么实现的？在广州实现吗？怎么实现呢？可能不能全部在广州实现。除了就是说这个面料的生产，或者可能不在广州。基本上后面的所有工序都是在广州。就是从布料后续的阶段，在广州可以实现。对，因为你。中大布料市场，那个布料基本上都是从柯桥那边发过来的。柯桥，对，广东这边也有纺织厂，像佛山那边做针织的比较多，那边也有工厂，那边是工厂，人家是纺织工厂，那专门生产布料那个环节我懂，那个我不懂。所以说，在广州的格局里面，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像比如说您提到的金马，然后沙河，包括中大布料，这些是一些比较关键的节点，围绕他们就是有一些制衣村在围绕他们再去运作。基本上这边就是围绕着他们。这里给广州市之外的朋友描述一下广州非常有名的制衣村的格局。广州制衣产业里面有2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一个是中大市场，这里拥有所有的原材料，品类特别全，而且量很大。你想要生产服装，那么这个节点几乎绕不开。第2个是沙河市场，也许还包括了13行，这里就是有很多的档口。这个节点决定了城中村生产出来的服装最后卖去了哪里，也是很难绕开的节点。那其他那些各个制衣城中村基本就是围绕这2个节点来运作的。对于生产环节来说，距离原料节点越近，那物流效率就越高，成本就越低。于是海珠区的城中村就纷纷生长出了制衣作坊。就是说像你说这个生产过程嘛，就是说以我自己为例吧，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我看中一个版了，然后我把这个版，它不是就是说一个看中的这个衣服啊，它上面不是有那个图片嘛，然后我就把图片，或者是自己买一件样衣回来，到网上买嘛，然后就送到版方，送到版方就或者把链接发给版方就把它打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呢就是拿这个面料去中大找布料，去中大找布料找到之后呢，直接拿到工厂就这样生产，生产之后然后就把衣服生产好了之后，就版方把版打出来之后嘛，打出来之后发给我们，这直接就剪纸样。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纸样啊？这我们就是专门找这种工作室，这个衣服分哪些？分前篇、后篇、分什么裁片，大概给你这样，他全部给你搞出来，打出来之后，然后你就把这个东西直接，他就发文件给你，发个文件给你，你就直接发到工厂就给你做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从什么布找版，然后找布料，找布料找辅料，然后制版之后，然后发到工厂制货，然后发到市场卖，就是这几个环节。那这个卖，比如说找市场也是您去做的吗？还是先有市场，下游找到您去生产？怎么说呢？这个东西这就说了一个销路问题。销路问题基本上就是沙河那边了。他们那边这个怎么说？就是先生产，然后客户要了，他们就大批量生产。可能先有一个小批量的嘛。对，因为怎么说呢？现在你也想，现在生意都不好做，谁也不敢说是我随便看中一个版了，我一个版做几千件了，做几百件了，压在那里。所以你做不出去了，这个带是成本，带是亏的。基本上是有客户有需求之后，他的，但就是小规模，就是说小批量的做一点，小批量的做一点之后呢，然后有客户大批量需要的话，他就再加了产量，就这样子。明白。网上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他对制衣村包括大塘之类的比较感兴趣嘛，我看有些地方提到，其实大塘村到从0809那个年，从0809年到现在，它其实是有一些变化，是不是？以前最早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
最早我们那个时候呢，最早那个就是现在我刚才看你说那个50个边上啊，以前不是这么修的，它以前是用那个砖砌的，砖砌，就是用那个砖砌的啊，砖房是吧？对对，也马前那个坡度，现在好像是那个是09年那个时候，09年还对，是10年的时候啊，对09年我那里搞加工厂，他们就开始拆了嘛，这边上是拆了。这里其实已经有一轮变化了。对，那个边是拆了一套房子的，拆了一排房子的。那个边上你现在我刚才过来那个路，那个路原来是一排房子，知道吗？哦，就把那个房子拆了之后就建那条路。好像说以前这里也是加工厂，但好像是更大规模的那种对接外贸，是不是？对接外贸的，我跟你说，我们大同这边，就是我们现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是有除了那个专业的厂房，现在一般都是那种小加工房。小加工房就是家庭作坊，就是一家人做的那种。哦，所以说在一个作坊里面，这些人大家都是互相认识的，可能是亲戚或者朋友之类的。哦，不是说亲戚，基本就是一家人。基本是一家人啊，这个还是很有意思。一家人，但是就是吃啊、住啊、生产全部在一起。啊，这样子的。然后呢，像那种，就是说稍微大一点的话，他可能就是说能够那个厂房啊，有个100多平的那种，他可能就是到外面招工人。100多平应该算比较大规模了。对，那种专门招工人的，他们那种带裁缝啊，什么都带的。加工房的话，像那个小家庭作坊啊，都是一家人做，然后，到拿货是在裁床拿，然后他只负责做完之后送到那个烫房。烫房就是自己的尾部，然后做到之后，我们那个烫房就帮倒货发走，就这样子的。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就是08年、09年过来这边的时候，这边基本上就是说呢，这边人不是很多，人不是很多，然后现在呢，到就是好像10年到这段时间是最高的。以前像我这是来这里搬的第3个房子了。原来就是说像这个房子可能就是2700块钱一个月。2000多块？对，就是这个小。对啊，就你这个套间2000多块。对啊，哇，很高。如果说因为这边就是这样子啦，如果说你是做制衣的话，那房子肯定要住的贵一点了。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很小的单间，除了很小的单间是住人以外，基本上稍微大一点的单间呢，还有就是1房1厅、2房1厅都是基本上制衣。制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这样跟你说吧，大概一个50平、60-70平啊，50平，大概一个几台像这种几台平车吧，几台这种制衣的机器，可能搬进去，可能添置下来，可能就是差不多15万块，2-3万块钱。就说我把这些东西全部，就是这个成本，我要把租个房子，然后买这些制衣的机器，可能就是2-3万块钱。高峰期的时候，你知道他转出去转多少？我还真不敢猜。可能就是转出去，我一个厂房我转出去，可能就转5-6万、7万了是吧？对，全部转出去。你知道为什么？那真是红货。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贵呢？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位置，就说这空房子比较少。基本上你找不到空房子。因为有空房子的，基本上人家都是要做自己，所以那个时候2-3万钱搬一个厂，然后转出去5-6万、6-7万就赚2-3万。那个是最高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你那个时候还有空房子，我租个空房子，我1000多块钱租个空房子，我转出去我都可以赚几千块钱。你像那个时候好红，这产业真的那时候非常的红火，比外界人想象的更加丰富多彩。对，现在的话就不行了嘛，现在基本上你转了厂房，现在基本上没人要，没人要，可能就是那个机器它废铁卖，当二手货处理，就这样子。那房租有没有下降？房租现在的话，你现在外面到处都是空房子，它房租肯定多的少，房东可能也不好做。对，肯定多的少都是降来的。我这个房子搬进来，我这个搬过来才2个月，才2个月。那个时候搬进来的时候，房东是说要上一个住户吧，这房子租的是租1600，然后我们现在租的是1200块钱。最高峰的时候，像这么大的可以租到2000以上去。对，明白。基本上像这个1房1厅可能是2200这样子。那个时期应该也可以比较赚钱一些。现在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实话，那个时候就说一个家庭，假如说我一个家庭作坊，我有
3个人做，3个人做，4个人做，2个人做，一个人最少要一天要做到600块、700块钱，一个人6、700一天。对，我3个人就要做最少的3个人做啊，可能差不多要做2000块钱，他才做。如果说他做不了2000块钱，他就不做了，你想想不划算了就。对，如果说我3个人，我一个人归不了就700块钱，那我可能不做了。这个是到手的收入是吧？对。明白。那现在大概降到一个什么水平？现在降到一个什么水平，我不敢说。明白，它可能也是一个空间啊，以及包括人愿不愿意做的问题。对，现在基本上怎么说呢？你旺季的时候，工人他做的钱就多，你淡季的时候，他工人做的低，他做的钱就少，这个是正常的市场规律，是不是？是。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全部是天门的嘛，像我们现在他不除了整个这个片区的话，差不多你说像我们老家回去大概多少呢？我估计可能回去最少有30%到40%吧。就是说现在整个网络平台，不管就是你是做女装啊这个东西，现在都是讲成本，你都是压价价格低，都是讲成本，成本价格低一点，我肯定卖的多一点，就是这样子的。现在这边怎么说呢？这边你想到广州这边，它有工程的租金成本，还有工人的住房成本，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生活成本，这边都是。然后它像现在一些大卖家，一些平台上大卖家回去了之后，回去老家之后，他可能就是这方面压力就小一点，成本它就会压下来嘛。然后回去了之后，然后新产标也跟着回去之后，那边说实话，这边你想这边一个工人，我一天要求做400块、做500块、做600块，人家工人他自己也有住房成本嘛，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成本嘛？然后他回去了之后，那工人回家之后，回老家之后，他可能没可能的生活成本没这么高了嘛，然后他就说还可以在家里陪些小孩，可能我原本在广州我要求一天做600、700块的500块钱的，我现在到家里呢，我没有住房成本，我没有房租成本了，没有生活成本也小一点，是不是？我就可以300块、400块钱，我也可以接受，还可以陪些小孩，好很多。对，然后就工人就全部就差不多，刚说30%、40%的工人就回流嘛，回老家了，然后工程也跟着回去嘛，我就导致他们的服装产业一直起不来，就这样子，这也一般都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还有一个现在市场，说实话，市场生意也不行，缩量了，整体上应该缩量了，缩量，原来像沙河基本上面那都经久一时嘛，现在怎么说呢？你现在都快到10月份了，这个生意一直都还没有起色，你去强行的装一下，到处都是找货的工，找事做的工，按照往年来说的话，这个是基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提到产业链，就是前几年网上有一个流行的一个词叫做小单快返，用来描述就是特别灵活的这种拆单什么。这个情况它其实应该是在西营以前就有了吧？小单快返现在基本上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市场上基本上都是做了这样的，因为很简单。你除了不是客户说我订个几千件、几万件衣服的话，属于几百件的话、几十件的话，基本上都属于小单快返。现在都是这样子，以前可能说我到菜城拆一班货，拆个几百件几千件，现在都是你说的小单快返了，都不敢拆多，可能就拆个200-300件100-200件、几十件。拆到这也属于小单快返嘛。现在基本都这样子，没人说我一个款可以压那么不可能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原本产业就是这个样子。怎么说呢？市场变化嘛，这个市场变化，人也跟着变化嘛，是不是？你的思维也跟着变化嘛。之前什么双11，这个你应该知道。现在没人聊了。现在好像没人聊这个事情了，是不是？以前双11，现在是以前往年的双11，现在就要开始备货。你像我们做服装的，往年双11这个时候就开始备货了，一直。就像你说的嘛，几千件了、几万件了，就可能这样子做。等到双11来就一下子把它卖完。双11呢，现在基本上这个双11基本上没人去做货了。
人家说的金九银十，一个是金九银十，就是金九就是相当于赶国庆节嘛，是不是啊？国庆节你想想那个时候，这个大家都有钱嘛，都消费嘛，是不是啊？金九银十嘛，银十就是10月份，9月份忙的时候是赶国庆，10月份忙的时候就是赶双十一，就是因为这现在基本上不会出现在现在这边，现在这个服装产业链怎么说呢？实体基本上南城那边沙河那边做实体的我不敢说，就是像我们做网端的，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感觉中国已经做到头了。像我们现在，说实话，我现在也很迷茫。我们说实话，我也打算把这个档口，基本上可能就是趁今年半年嘛，半年明年，不是说明年市场还是没有什么起色，也不知道干什么好。其实跟这个现在还也比较迷茫。自己感觉自己要学的东西也很多。这些工厂们，它做单量以前是可以拿到比较庞大的单量嘛，后来由于市场变化，它被迫的大家都去转型，比如说做小单什么的，就出现小单快法。那有没有比如说有一些大佬他拿到比如说大量的订单，基于一些就是信用之类的，跟别人比较熟，然后再把这些单拆掉的，有这个过程吗？以前出现吗？这个很正常啊。你也想我这样子跟你打个比方，假如说，我现在有10万件的单，然后是10万件的单，我要5天，我要10天之内把它出完，就相当于一天要出1万件，但是这个工厂的产量它每天只有2000件衣服，我不可能把它全部给他嘛，是不是啊？我肯定要多找几个工厂嘛，要保证它一天出1万件的量嘛。正常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所以说，那这个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买方他同时找了几个小一些的工厂，然后来完成这个订单，而不是某一个工厂把这些订单拿掉，他再去想办法消化。也有这种。也有。对。那看来还是比较丰富，各种情况都有。对。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各种情况都有。像我刚才跟你说那个小加工坊，他们基本上很多都是在工厂里面，就像你说，我这个工厂，我这个工厂一天只有5000件的量，然后还有另外5000件，我要想办法把它消化嘛。人家就是说，上游的客户老板，他要求我每天出1万件衣服，但是我这个自身的工厂每天产量只有5000件，还有5000件我怎么办呢？就外发嘛，就找这些小加工厂啊，这些小加工作坊，叫他们帮我消化嘛，就这样子。这种都是一直都存在，这种情况是很正常。没有一个明显的边界，外界我们容易想象到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就变成那样，但看来可能其实不是那样，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对，各种各样的情况，这种是多变的，不是说像你。那比如说大长村里面有没有一些大佬，他就是比如说认识下游一些厂家之类，他能拿到大的订单，有这样的人存在吗？有是有，现在你像康乐陆家那边桥梁现在这边有工厂嘛，有些还有工厂是有的，他们也可以接到一些大单嘛，像什么直播大单那些都是对，都是基本上都是老板找上门，或者他们自己找客户的，基本都是这样子。那这个一般我们假设比如说这种就算几级供应链，比如一个大老板拿到了，他算1级供应链，我再分给其他我认识的能信得过的一些小老板，那他这个小老板算2级供应链，一般能拆多少级？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不是说这个应该说是属于，应该属于是生产环节了。生产环节的话，你单价分级按道理，不管说你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按照我理的话，基本上一个工厂如果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这个工厂我有固定，每天如果说上游的客户，要求我每天出1万件衣服，但是我只有5000件的产量，还有另外5000件我可能就会下发下去，下发下去啊，就是这些小加工厂啊、小加工厂啊这些，他们就给他们消化嘛。至于说，你说后面呢一些小加工厂啊，他们没办法消化的话，他们会怎么办呢？再找隔壁的楼？不是，就像外面招零工。那零工是这么来的？对，强的现在他们零工那么多，他们就是这主要是找他嘛，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以前总是下意识地把一个制衣城中村看成一块整体，觉得它有统一的模式。实际上，制衣村更接近于充分市场，它像一个塞满气囊的皮球，每一个气囊
代表一种模式，此消彼长，相互挤压，小单快返，大单降本，规模化大工厂，家庭工坊，灵活用工。没人知道这些模式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随着市场变化，它们逐渐完善，相互竞争，而不是说到了某个节点，像大公司调整架构那样，一夜之间降临一个新的模式。而在这些模式里面，灵活用工最令我感到好奇。零工的招聘市场是在大塘村和隔壁上城村的边境线，叫做桥南新街。每天早上打零工的人，或者说每一位游侠骑士吧，他就需要做出决定，是继续游荡一天，还是选择效忠一位订单领主。如果选择效忠，那么在完成当日的订单之后，领主会结算，来给你付钱，效忠关系也由此解除，游侠骑士开始下一天的生活，如此往复。那比如说我去招零工，我怎么判断一个人他水平够不够搞得定这个活儿？这个你这个问题，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不可能，外界会有这样的好奇。很简单的。你要想啊，我是零工啊，我去找零工，我肯定是要做钱，是不是啊？我肯定是要赚钱。对。但是我如果说这一道工序，或是这道工序，这件衣服我做不来，我没有办法拿下，我肯定不会，我肯定不会拿呀，我肯定就不会做呀。人家自然他有一些零工，基本上这个零工他也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就是说，假如说我擅长装个拉链，我擅长做个口袋，我擅长那个衬衣，我做个领，我擅长打边，擅长卷边，他各有各人的，他都是擅长的那。如果他没有擅长的，基本上就这个交易根本就不会发生。对，这就不会发生，知道吧？明白。但是你想啊，一般的话，就是零工的话，这比长工的话，基本上说。长工的话，可能就是说普遍的话呢，工资会高一点点，做的会高，因为它都为了解决一个紧急的事情，不是说为了做紧急的。长工，就是工程有什么活，你必须得做，不管是给你安排什么工选，你必须得做，可能这个东西就算你不是你擅长的东西，你也要做，但是零工就不一样，我只做我擅长的，我只做我擅长的，肯定的工价就高一点嘛，做的多一点嘛，是不是？他的工资就比那个长工高一点嘛，就这样子的。明白，还真是学到东西了。对，就是零工，比如说和一个老板确定了一个这几单，这个工程确定了吧？他们是到老板的工厂里面去做，是吧？对，明白。老板什么东西提供，包括机器啊，作业的机器啊，什么都是老板提供的。还有生活呀，这个东西吃饭啊，是吧？工厂餐啊，都是老板提供的。一般零工他是一个什么水平？是什么活都会做一些吗？还是其实每个人只有一些专注的领域，他不太有欲望去学那么多？你说的这种都有。那基本上说，我跟你说实话，基本上到外面做零工的话，人家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手艺的。但是他没有说我这个手艺不过关了，我肯定，他基本上就是怎么说，他不会说是，也有一些，怎么说滥竽充数的，像那抖音那上面有经常说了，把人家那个衣服裁片接反了，做那也有。那这个老板要受损失了。对，那现在年轻人来这边做生产环节的还多吗？至于你说这个年轻人怎么说呢？现在基本上没有。像我们那个时候，我现在我是87年的，现在有38岁了。像我们那个时候下学的话，可能15、16岁、15、13岁下学不读书了，可能就开始学这个。现在呢，年轻一代的话，可能不让小孩学这个。因为怎么说学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一代的人，我受过这个苦，我知道这个苦这个难，我肯定不让我的小孩是在下一代做这个东西，我其他是做什么我都不让他做这个。现在我们那边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像我们那个老家，我们湖北天门那边，现在基本上没有年轻人学这个制衣，所以现在像我们这个80年代啊，90年代出生的人，基本上经常在想这个问题。90年代、80年代这两代人，制衣一不做的话，基本上就或许就没有人做了。至少在我们那边是这样子的。也可以理解。你对大汉什么感兴趣的？我感觉报一下。也可以。前面其实我已经录过一次了。
有没有去过立教啊？立教去过，那立教那边不是现在拆的什么？好像都七七八八了。但是在那些瓦砾堆里面，还有一些做服装的。啊，这就算了。少林宫就是在这条在这上高。早上8、9点钟9点左右是人最多的，是吧？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本来住在这里嘛，然后在干活之余也搞一下直播。对，好多都是从这边还有海运区那边过来的，还有餐饮那边过来的，他们都过来很早。朋友们，早餐包特价1元一个。老张，你往这边转一下啊，这条街是不是晚上也有人呢？这条街晚上是条夜市嘛？对，我印象好像这里附近晚上来逛，我结果有超多人。这里是就是这条街啊，晚上当时夜市嘛。啊，夜市啊。对，晚上白天的话就基本上这里招领工啊搞这些东西嘛。晚上的话，这里就是一条小吃街，一条夜市街。刚才那边招领工的，这边就是那个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小加工厂啊，他们在这边找货，知道吧？这些老板拿着衣服来这边发货，他们就在这边找货。他们到这里找货之后啊，回去工厂是吧？有时候会到那边造领工这里是发加工的，这个点应该没人。这个地方差不多要到3、4点左右的。他们刚刚跟你说了叫小家庭作坊，他们就是在这里找货。这个地方，整个地方都没有。下来吧。如果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大堂这边，上空这边，这个整个服装的话，就有2个标志性的地点的话，一个就是这个上空公园，这里是发货的，就是老板拿着衣服到这里发货，有多少件，然后工厂啊小作坊就在这里接货，在这里接货，然后那边呢，刚才的那个桥上去的。那边就是员工，相当于是员工市场嘛，就是工厂在那边招员工、招工人嘛，所以有2个比较标志性的地点，大堂地标，对，是2个比较标志性的地点。这个里面是个菜市场，这菜市场也要拆了先回去嘛，因为最开始首批拆的应该就是这个地方，首拆的应该就是这个里面。把这个菜市场拆了之后，建那个回迁房。然后这个刚才跟你说的这个菜市场周边的这块地方要拆掉的。哇！这里我之前还没来过，你要不要看一下？可以。这里面转一下，里面全部是菜场。行。这边的话，进去的话，这边里面就是菜场，里面这个菜场尽量和菜场一起开。一般里面有的可以开一下。这边是不干吗？这边过去啊，往右拐，往右拐，然后这边有一个3条路口，往右拐，往右拐，有开了，有。行，明白。好，谢谢，拜拜。我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你我姓刘。
质疑城中村如此光怪陆离的产物能出现在繁荣都市，它只能自己生长，而无法人为规划。你喜欢它，讨厌它，都能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来让自己的观点显得特别有道理。或许作为局外人，我们应该保持谦逊，因为人的情绪非常复杂。今年你可能觉得它一无是处，再过2年可能又觉得它是好东西。我非常好奇2050年的广州人会如何评价大塘村，那个时候大概会有更统一的意见。人们可能会忘记这段经历，也可能会把这段经历视为城市美德的象征。毕竟大塘村曾经为一群湖北人、江西人、四川人、湖南人提供了安身之处，其中的有些人勇敢而勤奋。